好。不用了，谢谢。你是谢小琪的朋友？哦，是。琪琪爸妈报案警了吗？你怎么不陪他们进去？你叫什么呀？我叫李淑婷，是琪琪的同事。有些话，我不好在他爸妈面前说的。什么话？没告诉他们，琪琪其实是被开除的。为什么被开除？因为他兼职，兼个什么职？在医美诊所兼职。琪琪爸妈一直想让她回乡下嫁人，但是琪琪特别爱美，所以什么？她赚的钱都拿去做医美了。在医美诊所兼职也是因为员工价便宜一些。我现在运营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你刚才看到他爸妈了吧？农村人观念比较保守，这哪能接受自己女儿脸上一直动刀子啊？所以琪琪一直躲着他们俩。我估计琪琪根本就没消失。他兼职的诊所在什么地方？有个名片，是这个。我也去过这个诊所。琪琪说，诊所虽然不合规，但是便宜。你们也不要过于的担心，我们肯定会尽力的去寻找，有什么问题跟我们沟通就行。好的，谢谢。叔叔阿姨，没事了吧？没事。先走。叔叔，你身体不好，我扶着你走。哎，留个电话，到时候过来做个笔录。我刚才跟您说的，能不能别告诉琪琪爸妈呀？我怕琪琪回来生我气。行。我先走了。怎么办？我帮你拿吧。啥呀？小心。应该就这儿。我去隔壁的房子看看。好，注意安全。小心跟我走。这里的蜘蛛都没有漏斗虫。韩队，你看，这是叶莹莹，第一个受害者。
这本身是谢瑶琪，他不会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画像人吧？这个是谁？不会还有第3个受害者吧？我叫李淑婷，是琪琪的同事。哎，留个电话。我先走了。我见过他。漏斗珠不迁徙，但是在栖息地被破坏的情况下，会寻找新的隐蔽处。我认为可以在北深山洞以及他的住处附近搜索可能的地方。他跑不了太远，他现在只是需要一个新的隐蔽、阴暗潮湿、人少活动且适合漏斗珠的新栖息地。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既然尸体是在北山山洞找到的，那我们就在山洞附近寻找一下。请各区域派出所支援，请他们在廖文生家附近找寻可疑的地方。我们分队行动。好。北山南路西面的响反工厂，环境怎么样？好像是个废弃工厂，符合漏斗珠的需求。那附近还有什么地方符合呢？这边都是住宅，不适合漏斗珠栖息。韩队，我在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一个拿着空饲养盒、身穿黑色帽衫 T 的可疑人，会不会是梁玉生？具体位置？北山南路附近。离那个废弃工厂不远。分队行动啊！行。徐主任，我去那边看看，你注意安全。没事吧？徐法医，你没事吧？没看清他的脸。
在这儿。李淑婷，你现在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对不起，我之前没跟你们说，其实琪琪在跟廖云生谈恋爱。我一直以为他是不想见他父母才躲起来的。我以为他一定跟廖云生在一起，我想劝劝他的，我就去廖云生家里找他。结果。琪琪，琪琪，琪琪，琪琪。你看清楚是梁云生吗？没看清。你呢？你有看清楚凶手长什么样子吗？我只知道他穿了一个黑色的连帽衫。他给我看了几幅画。什么画？是琪琪，他画的琪琪，琪琪死的样子，死的特别惨。凶手还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他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蜘蛛，他不停地用保鲜膜捆着我，缠着我，我根本就没办法呼吸。你见过廖云生？你觉得是他吗？不仅仅是我，这个局里，甚至是兰子走后遇见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我们肯定会去调查每一个有嫌疑的人，但是目前，你的嫌疑最大。尸检报告当中，兰子的胃里有没有糜烂性出现？他的胃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物？请继续你的推论。一个死于氰化钾中毒的人，你们却找不到凶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下的氰化钾，那这说明氰化钾早就在兰子体内了。你的意思是，没有凶手，邱兰子自己毒死自己？你们之所以会在那瓶水上验出我的指纹，那是因为那根本不是兰子该喝的水。朱队，朱队，齐主任怎么说？他认为氰化钾早就存在于邱兰子的体内。他怎么知道的？报告不是刚刚才送你去吗？你知道有一种办案的方式叫隔空办案吗？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但可以根据现场的状态以及尸体的状态还原真相。说是少数的法医可以做到这一点，齐死者就是其中一个。高原，去实验室查一下他用过的器具，跟邱兰子手边那瓶水做下比对。好，我也去。你特意调过来，是和以前的事有关吗？
你跟踪江飞，又去夜店，还去医院找李一起，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你没说实话。韩风，你真的相信我会杀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实习法医吗？你心里清楚，不可能是我。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查出真相。既然他已经开始协助查案，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我们调查出来的部分信息，适度的让他知道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尽快找到凶手。好。高法医，哎，麻烦你帮我们检测一下齐主任的水和泡腾片，有结果告诉我们。好，好，谢谢。韩队驻队，结果出来了。报告上显示，两个人喝的水里都检测出了对方的唾液。所以秋兰子误拿了他的水。对，兰子死前喝的那瓶水应该就是齐主任的苏打水，而齐主任的包里只是普通的矿泉水。好，先走了。不对，对。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那瓶水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指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氰化钾早就存在于秋楠子的体内。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尸检还发现了什么？胃里发现了2个药物胶囊，外壳有被融化的迹象，其中有一颗有破损。最后一个问题，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兰子的。兰子服用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肠溶胶囊，它因为会损伤胃部，所以不会在酸性环境下溶解，而是会通过胃部进入碱性环境的肠道内吸收。但是，它却在兰子的胃里发现有残留。为什么？秋兰子误拿了你的水，喝的是苏打水，加速了胶囊的溶解。肠溶胶囊的外衣是缓释的，应该在4到12个小时起作用。但如果喝了苏打水，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氰化钾是藏在了秋兰子胃药的胶囊里。兰子胃里发现的2颗胶囊，其中1颗有破损。我相信，凶手在往里面塞氰化钾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胶囊的外壳被苏打水溶解了一部分之后，里面的氰化钾会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强腐蚀性一定会造成胃黏膜的糜烂性出血。怎么证明？秋兰子的药瓶里还剩1颗药。小苏，不好意思啊，赵医生，本来跟和珅的合作都要结束了，听说你要出国了，还要麻烦你回来帮忙。没事儿，你们有需求我肯定会来的。出什么事儿了？要我检测什么？齐主任之前推论，死者可能服下了含有氰化钾的奥美拉唑胶囊，
但因为误喝了苏打水，使原本应该在肠道里溶解的胶囊提前在胃里溶解。胶囊的外壳已经在死者的胃里找到。所以这次麻烦你过来，是需要帮忙检测一下死者药瓶里只仅剩的一粒药丸。我来做。麻烦了。邵医生正在检查药丸呢，结果估计还得一会儿。把所有证据都比对好，不要遗漏细节。在这儿打。好。奥美拉唑的服用方式是1天3颗，早1颗，晚2颗。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要确保兰子死在当天的夜里，那他就一定要保证兰子在晚上吃下的2颗药丸当中，至少有1颗是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只毒1颗，那么兰子有1/3的概率会在第2天早上才吃下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毒3颗，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药瓶内留下1颗带毒的药丸作为罪证。所以，毒2颗对于凶手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如果秋兰子把2颗带毒的药都吃下，剩下的那1颗药我们就检测不出证据了。兰子将2颗带毒的药丸全部吃下的概率是1/3，也就是说，凶手也只有1/3的概率不会在药瓶内留下罪证。所以我们只能赌剩下的那1颗。结果出来了，药瓶里的胶囊确实还有氰化钾，跟齐主任之前的推论是一样的。齐法医，你暂时摆脱了嫌疑，可以离开了。朱队，我想参与办案，找出杀害兰子的凶手。而且，江飞的尸检报告也有问题。江飞跟秋兰子的案子，恐怕需要你回避。我想看江飞的尸检报告。局里不止你一个法医，不是每件案子都要由你来。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张飞？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其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小王，你去市局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药监局和卫生局，查一查全市这个克敏唑类药物的销售记录和处方。得嘞。小刘、小李，抛尸地半径5公里内所有的保洁公司和没有到岗上班的相关女性，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好，小赵，你去附近的派出所去调取最近2天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那就一家一家的找，啊，联系一下报警中心，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是。
根据官队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的狂欢型杀人犯。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是。法官，你看这下一步，我可能还要去昨天晚上的现场看一下。哎，老关。 不是已经锁定被害人的范围了吗？你还去？不是为那名女性被害人，关键不在她，关键在于第一名被害人。第一名被害人？对，她的头部和右臂不是一直没有找到吗？如果不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尸块的话，我觉得她的头部和右臂上应该有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既然凶手这么苦心的隐藏，说明他们之间可能有某些关联。 这也符合连续作案的暴力性犯罪。这怎么讲？连续作案的暴力性罪犯，一般第一次作案都会以自己身边某个对象为目标。如果我们查出死者的身份，顺藤摸瓜也就不难了。哎，法官，又怎么了？找个助手吧，谁都行，我没别的意思啊。毕竟你现在不是咱们队的正式编制，那总得有人策应你的安全，是不是？再说了。 万一到行使职权的时候，那还有个能量正点的好。好像我也没得选。郭老师。 昨天晚上我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没事儿，应该道歉的人是我。不，都是我初来乍到，我应该给您道歉，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不过您说那个保安说的话能作为排查方向吗？不能。啊？没有经过刑侦训练的人，容易出现所谓的目击缺失，也就是对看到的事物。 没法精确的复述或者回忆。那您还派我？您在找什么呢？心理安全区。 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经常活动的区域，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安全区。对于犯罪这种极端的行为，心理安全区就更加重要。大部分连续作案的凶手，头几次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心理安全区之内。那怎么确定心理安全区呢？这个范围通常是以凶手的住所、工作单位，还有常去的娱乐场所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如果他出门惯用是步行的话，那么辐射的半径不超过1公里；骑车的话不超过3公里；如果是开车，大概是5到10公里左右，或者更多。那如果是骑摩托车呢？不管骑的什么，确实有点反常。 目前这现场破坏的有点严重。这有几个出入口？4个，哪个离这儿都不近。有一个是直通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另外3个都是可供行人、自行车还有摩托车进出的。人车分流的小区，监控录像呢？4个都有。 技术队已经调走了，还在筛查中。目前没有发现和保安目击的相似人员。4个出入口，凶手为什么不走慢路？关老师，周队说找到了。
女性被害人叫谢静，远洋国际的保洁员，今天没去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她的身高体重都符合尸体的特征。她跟她哥哥一起住，2个人是从杭州来打工的。啊。哎，对了，谢静最近交了个男朋友。好，我知道了。来了。法官，进一步核查了吗？市局的核查报告，谢静2周前去妇幼保健医院去看过病，医生给她开了3种妇科药，其中就有这个克梅唑栓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她。还有就是小区物业说说这个谢静他哥哥呢，平时足不出户，长得是又肥又胖啊，好像是他妹妹养的。怎么还不进去？房子还没送钥匙呢。不等了，破门进。先别急，这很有可能是一处分尸现场，而且不排除凶手就在里边。哼，说真的，我还巴不得他在呢。什么？图纸给我。哦。这就是谢静小区的平时结构图。这个谢静住的是一室一厅，破门进来呢，应该就是客厅，分3路，给我把住了厕所、厨房还有起居室，一定要保护现场的安全。如果凶手在，立马给我拿下。是。哎，你说这个凶手会不会还有什么特征？如果屋里有任何男人，那他就是凶手。那谢静男朋友要在呢？那谢静的男朋友就是凶手。你好，小区物业。有人吗？地儿找对了，但是人不在。让你的人出来吧，封锁现场。来，都出来了。跟第一抛尸现场足迹相同。现场在里面呢。怎么不能在卫生间啊？卫生间与隔壁邻居相邻，凶手估计是怕动静太大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从平面图上看，那儿空间太狭小了，不适合做大动作。可是。流了这么多的血，这地板都没有做防水处理，这不得渗到楼下呀？拿床垫当海绵了。你就别进来了，下楼去迎一下房东，给他做个笔录，问一下钥匙的事儿。那我下去了。关老师，这是越来越善解人意了啊！还不是你派过的人太弱了。哎，高，朱队，怎么样啊？现场有大量的血指纹和血足迹，凶手应该是在床上肢解的尸体，床单和床垫吸收了大部分的血液，床上还有一些组织。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这儿的证据足够你去找嫌疑人的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凶手是怎么进来的，对吧？刚才我们都看了，对不对？门上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而且锁也不是新换的。还有就是说，要么就是受害人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了，要么就是凶手有钥匙。是这钥匙在人手里，
也就无外乎要么房东，要么就是他们兄妹俩。谢静的男朋友？不可能，这钥匙一共2把，一把在我这儿，一把在谢静和他哥那儿。可谢静万一私自找人配了几把呢？那我怎么知道？赶紧说说我这房子怎么了？我劝您还是别上去的好。那我修房门的钱你们谁给我报销？总不能就这么给我把门砸了，算我倒霉吧？不是，您放心，我们肯定。那个保安啊，真看见了。看见什么了？不知道。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中队就在现场出现一半，正在向东北跑去。身份什么特征？红白相间的皮衣，红黑色的头盔，然后黑色的摩托车。哎，周队，周队！接着跑啊！喂，老关，我在永宁街东北口截获了嫌犯，啊，赶紧叫人来清理现场。对，终于知道他妈谢静长得什么样。跑啊，跑什么跑啊？有人追我，我下意识就跑了。不做亏心事儿，警察追你就跑啊？你们警察牛逼呗，见谁抓谁不是？你废什么话呀？啊，你不跑能追你啊？你们不追我，我会跑吗？你不跑，我不就不追你了吗？你不追我，我不就不跑了吗？真他妈废物！哎，你去把他换出来。我能行吗？我还没审过讯呢，这么大的案子，要不要关老师和周队一起呀？去吧，没事儿。别忘了我刚才教你的。法官，你真放心这丫头片子？反正指纹和脚印都比对过了，他也不是凶手。让孩子们去练练手，
没大所谓。啊，这孙子肯定背事儿了啊！你要不会跑那么积极的。是啊，你把他给弄成这样，他要是没事儿，你不就得有事儿了？姓名、5号，年龄、 25，家住哪儿？丽景家园。家里几口人？我和父母一起住。我爸是环卫工人。今天去小区做什么？去找一个朋友玩。哪个朋友？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不知道。那你和谢静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就是朋友关系。就是朋友？接触对象的那种。那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谢静都和你说了什么？还真不是他杀的。你觉得他能和我们说什么？警察同志，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我只是负责找下家，车都不是我偷的，而且我早就打算不干了。成了，看来是个盗窃销赃的团伙，你这处分算是躲过去了。瞧人家，啊，刚毕业的丫头片子，你看你，也不看他是不是谁。哇！这个谢静啊，发现她男朋友是摩托车盗窃团伙的，所以就威胁她，说如果再干，不但分手，而且还会报警。这小子给谢静打电话，找不着人，着急了，来到她家楼下，发现有警察，他以为谢静报了警，这才跑的。所以这线索又断了。哎呀，天哪！哎。还有10几个小时，我他妈上哪儿找凶手去？难道说，协调网络公司进行排查，找一个原本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线，最近没有登录的用户，然后走访各小区，找一个25到28岁之间，身高1.77米，体重90公斤，养猫，开手排挡车的独居男人。走访各烟草销售点，找一个天天去买烟但最近没有出现、符合我之前说的标准的男人。可是周队，范围呢？如果是按照整个京港来排查，1年时间都不够啊。范围以抛尸地为中心，半径2公里内进行搜索，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就再扩大搜索范围，4公里、6公里、8公里。还他妈愣着？是！告诉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还有10几个小时。谁也不许请假，不许吃饭，不许睡觉，拉屎撒尿也不许。在没有找到第一被害人的住所之前，都他妈给我连轴转！快递呢？您是经理啊？有是吧？多吗？咱们那个随便看。可以。周队啊，这家不是，咱们去那边吧。走。查一下，就是1个小时。哦，好，谢谢。这一小题目。
老师，这都拆成这样了，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呀？地图。知道为什么让你放弃一线的行政工作吗？每天面对无数的现场勘验、尸检报告、监控录像、指纹啊、脚印、书证、物证、目击证言，你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刑侦知识做出判断和选择。而这个判断一旦错误了，整个的刑侦方向就会受到误导。关老师是不会出错的。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从来不出错。如果我判断错了凶手的心理安全区的话，我不但抓不到凶手，有可能某些无辜的人还会因为我错误的判断而丧命。所以，一线的侦破人员手里握有的不只是正义和真相，更可能是那些无辜者的生命。不会的，我们这么努力，肯定能找到他。这世界不总是善恶有报的，做刑警的日子越长，破不了的悬案就越多。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关老师，你也有破不了的案子吗？这附近有多少个小区8个，周队正在南边那2个小区做走访呢。？8个。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抛尸？他看得到这儿。喂，关老师说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了，先排查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名单。哼，干得漂亮啊！这样就把原来的范围缩小到1/4了，从90人还剩28个，现在还有18个。哎，只找看见工地的还有5个。就在这5个小区找手排档的车，范围锁定在院内。行嘞，好，马上排查。关老师，你怎么能确定这车就停在院子里呢？长期不出门的人会把自己的车停在比较安全稳妥的地方。关老师，那有一辆手排档的车。好可怜的野猫啊！这应该不是野猫，指甲不久前被修剪过，毛根里面有浴液的味道。你是说？不会吧，这么巧？只可惜啊，这猫不像狗那么认家，要不然它就可以带我们去找它主人了。但是它认识主人的车。啊？可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辆车呢？老关。
告诉你们我不认识家。法官，猫这事儿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怎么确定这车是死者的呢？死者身高应该跟我差不多。我刚才坐在他车上的时候，觉得位置刚刚好。不过方向盘离座位的距离比较远，应该是个胖子。烟灰缸虽然是干净的，但是车顶的内衬有烟味儿。这孙子肯定是怕纹身和这脸暴露死者的身份，呀，一定是王晨的熟人。政委，法官，是合租的。合租啊？我还以为是他一个人租的呢，早知道就从合租查起了。哎呀，那范围更大了去了，更不好查。关队，我们查到，王晨啊是个游戏测试员，平日足不出户，就在家工作。然后他那个工资啊也是保安支付的。那个物业公司跟我们说呀，跟他合租那个人叫高远，26岁，好像是在什么快餐店打工。我们正在查那快餐店。我去，这什么玩意儿？这应该是自制的肾透析仪器。有些尿毒症患者或者肾衰竭患者，因为治疗费用昂贵，会拿这种机器自己进行透析治疗。周队，房主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现在还不能做精确比对，但是从斗和旗的分布来看，跟凶手的指纹基本吻合。凶手就是高远。要我说也别联系什么快餐店了，直接派2队过去抓人。如果这小子不在，就原地布控，等着他出现。他是给那家快餐店送外卖的。高远骑的是电动车，后面配备了外卖箱，用外卖箱转移尸块，绝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之所以他不从正门走，从小区的缺口进入小区的垃圾场，就是因为那个小区根本不允许送外卖的进出。高远没有房间钥匙。很可能是谢静的哥哥订了外卖，所以他才能进屋。高远在杀害了谢静的哥哥正准备分尸的时候，不巧谢静回来了，所以谢静才在门厅被活活的砍死。通知辖区的派出所便衣备勤，封锁小区所有的出入口，调取监控录像，看看这个高远到底什么时候出入小区。另外让其他各组从快餐店一直到这儿沿途布控。这样，我现在去啊。好。老高，怎么样？凶器找到没有？还没有啊。关老师，高远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吗？这个人与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感，他有肾病，很严重，要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就只能自己治疗。他应该是一个智商很高，但却很自卑的人。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肾，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心态就变得越来越扭曲，憎恨厌恶那些有着健康的身体，但却自甘堕落的人。哎，这垫子下边找呗。哎，来看我垫子下边。哎，这什么东西？这好像是高远的工牌号17655。行吧，再找找啊。喂，我是刚才往您家送外卖的，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工
牌号是17655，17655，17655。王宏宇，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关宏宇，开门啊！关宏宇，开门！关老师，是你电话吧？喂，你挺牛逼呀，竟然发现了我的秘密。那你还不赶紧自首？不过，我也发现了你的，不，是你们的秘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呢。只要我发出任何的声响或打个电话，你们俩都得给我陪葬。我要跟你谈谈。关老师，你怎么了？昨天出来，把老关的具体说一说。怎么了，老关？啊？没事。身体吃不消了吧？熬了一夜，赶紧回去休息吧。啊，你的任务完成了，这儿叫我了。那我先走了。我要不要送关老师回家？不用了，你也一直没睡，开车不安全。慢点啊。别动！别动！玩这么大一局，我看看。哎，你们俩还真他妈比我牛逼呀！这局玩的够大的。我瞅瞅。连脸上的疤了都一样，哎，一个警察
一个通缉犯。你们俩这双簧，唱的可真他妈绝了。为什么杀那些人？人？是什么人？王晨和谢静兄妹。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你说说啊。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不见天日，只有黑暗和潮湿才让他们觉得安全。这样的是人？不是，是蟑螂，脏兮兮的蟑螂。你就是蟑螂。王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他他妈不就这样吗？啊，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无所事事，关着灯，对着电脑，吃着外卖。你说像他这样，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你人生的意义有吗？那当然，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蟑螂会自杀吗？不会。他们也不会。他们心底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来帮他们死，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哎，你说多有意义呀！啊？所以说，你认为你杀的不是人，杀的是蟑螂？对。我就说吧，还是你哥。你懂我。那谢静呢？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还真怪不得我。话又说回来了，一个天天供养蟑螂的人，也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他死的不冤，你说是不是？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我恨他们。我羡慕他们。我多么羡慕有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哪怕一个囚徒，一个乞丐，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肾。我呢？啊？我没有，我没有。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在坚强地活着，我积极的工作。而他们呢？明明有个好的身体，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白白的浪费生命。他们不配活着，不配。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我他妈就这么做，别动！今天你们哥俩的命也在我手上，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反正他是个通缉犯。我杀了他！